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鲍明。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专家分析未来战争的4大趋势。阿富汗战争呢已经结束了，拜登虽然在公开场合义正言辞地表示，这是为了让美国的军人们能够回家，让美国摆脱几十年来不停打仗的状况，但是在军火和军事利益集团甚至很多军人看来，拜登这样的表态就意味着3个字：砍预算。在过去的20年里阿富汗战争的很多开支并不仅仅是从美国的年度军费开支里面划拨的美国国会还经常要为阿富汗战争提供一些特别的拨款。阿富汗战争一结束，这些钱当然也就不会再有了。没有了钱，显然也就不会养那么多军人。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都将面临着相当一部分的士兵退役的前景。这些人派遣到阿富汗期间，不但能够拿到正常的工资，还能够挣到大笔的海外服役津贴和作战津贴。忽然失去了这样的经济收入，很多军人都是相当不习惯的。派驻到阿富汗对于很多美军来说并不是风险很高的事情。虽然过去的20年里，美国有2400多名官兵在阿富汗死亡，但是平均每年也只不过100多人而已吧。对绝大多数军人来说，在阿富汗的派驻就是一次有惊无险的出差。很多官兵呢，实际上并不具有在和平年代谋生的技能，也不习惯和平的生活。那么这些人很可能就会选择另外一种职业，那就是雇佣兵。早在10年前呢，一名叫做安德鲁·芒福德的研究人员就提出来，未来美国面临的战争有4种趋势，也就是反恐战争综合症、雇佣兵公司越来越多、数字技术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崛起。他认为这4种趋势的结合将迫使美国高层更多的选择代理人战争，而不是让美军亲自下场。所谓代理人战争呢，有2种含义，一种是给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军事组织提供经济或军事援助，让他们为出资人的利益去打仗；一种就是直接付钱给雇佣兵公司，让雇佣兵去打仗。实际上，雇佣兵已经大量的出现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他们的名字并不叫做雇佣兵，而是叫做军事承包商。阿富汗战争已经结束了，伊拉克战争呢也进入尾声。这些军事承包商失去了美国军方的订单，又面临着很多退役军人求职的压力，那么很有可能他们会做出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寻找下一场战争。雇佣兵寻找新战争的需求并不仅仅是发生在美国的军事承包商身上。按照美国有关学者的说法，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面，在伊拉克、在阿富汗，甚至是在叙利亚，已经有一批新的年轻人成长起来。虽然从年龄上来说他们还是毛头小伙，但是这些人呢，已经习惯了在战争中的生活。他们没有任何谋生的知识和技能，唯一擅长的就是开枪，那就是战场的厮杀。最近，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呢，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既然美国公众和美国政府已经无法容忍派遣正规军到某个遥远的地方去打一场漫长的战争，那么派雇佣兵去，是不是就能够降低政治风险呢？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雇佣兵这种事物存在，但是在西方，雇佣兵却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围绕着雇佣兵呢，还出现很多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呢，他们被形容成侠盗一般的英雄人物。但实际上的雇佣兵绝非如此美国最大的雇佣兵公司黑水集团在伊拉克战场上爆出了大量的丑闻。那么美国的这些雇佣兵公司会到哪里去寻找下一场战争呢？上面说到了4种趋势，最后一种趋势就是中国崛起。中国崛起意味着美国没有办法和中国打一场正面战争，无论胜败如何，这样的战争都会耗尽美国的国力，使其从唯一超级大国的宝座上跌落下来。那有没有可能美国政府出钱，各种雇佣兵公司签约，驱使他们参与到与中国相关的武装冲突中来了，甚至直接参与台海战争呢？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这些人呢，并不是美国的正规军，他们的死活与美国政府无关。中国呢，也没有理由向美国提出抗议，所需要的费用还可以让台湾当局报销。看起来，这个对美国是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台湾当局真的雇佣了大量美国雇佣兵，会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呢？按照战后几十年来的战争史，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在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战场上，雇佣兵都没有表现出电影中那样的强悍的战斗力和坚韧的战斗精神，多数时候只能为正规军提供一些辅助工作。一旦战事不利，雇佣兵们就优先考虑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至于国家荣誉、民族存亡和一群为钱打仗的人有什么关系呢？所以靠雇佣兵打仗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让美国实现反华战略的，也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麻烦。好，这期话题就分析到这里。